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5年前，我和2个朋友一起做了叫大厂小咖的播客，见证了小宇宙从起步到发展的全过程。后来因为工作和生活经历跟不上，我们3个没法在一起录音。我和其中一个朋友各自开了自己的播客，他现在已经积累了5700多粉丝。2026年要来了，回想当年也是在年末开启的播客之路，真的有太多感慨。今天就以我们几个人的视角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不建议把播客当副业。先给大家泼一盆冷水，播客这事儿真不是所有人都能玩明白的，尤其是当成副业来做，难度直接翻倍。首当其冲的就是内容输出能力，这简直是第一道生死关。现在播客主流形式就2种，双人对谈和单口，不管哪种都特考验说的本事。你得有能撑得起长时间聊天的内容，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还得让听众愿意听下去。你看洪晃的歪打正着，生动活泼的生动早咖啡为什么能火？靠的就是高密度、高专业度的内容，每一期都围绕明确主题深挖，给听众实打实的价值。而且现在播客频道多如牛毛，小宇宙上随便一刷就是各种类型的节目，要是你的内容没点独特性，分分钟就被淹没了。更难的是，听众口味还会变，可能今天喜欢文化干货，明天就爱听轻松闲聊，你得随时跟着调整。这对副业做播客的人来说，精力根本跟不上。就算你内容做得好，第2道坎更难跨，商业化太难了。整个播客行业至今都没有成熟的生态，大部分播客想赚钱，路子窄得很。就拿头部播客文化有限来说，在小宇宙有120多万粉丝，喜马拉雅26万粉丝，播放量4亿，挺厉害吧？但他们的广告基本都是口播，合作的还大多是新消费品牌，而且广告来源全靠平台或者像青年志这样的机构推荐，自己根本没渠道。更别说刚开始接广告的时候，报价全凭感觉，毫无体系可言。还有些播客尝试卖周边，做其他衍生，但能成的太少了。自由人播客既有广告收入，又卖周边，最后照样难以为继，连主播工资都发不起。而且播客受众太精准，看似是优势，实则限制了广告覆盖面，品牌投放都得掂量掂量。副业播客想靠这个赚钱，基本是奢望。除了这2点，做播客的日常难题更是一抓一大把，随便一个都能让副业党崩溃。先说硬件，刚开始接触播客，外接麦克风连不上，录音软件设置不对是常事，光调试设备就能耗掉大半天。内容创作上，想个好主题，找个独特角度，得翻遍各种资料，实验好几次才能定下来。录制的时候更糟心，忘开麦克风，忘按录制键，甚至开会聊了半天，干货却没录音，前期准备全白费。上传节目也不省心，每个平台规则不一样，得挨个适配。好不容易发出去了，声音太小被听众吐槽。更扎心的是，初期听众少得可怜，网易云、荔枝等播放量个位数，小宇宙评论区全是朋友捧场，那种挫败感，没经历过的人根本懂不了。这些还不算完，很多人做播客都是从入门到放弃，每一个都能戳中痛点。首先是听感玄学，声音好不好听，开场白亲不亲切，嘉宾搭不搭，全看听众感觉。哪怕是大平台的节目，也没法保证人人喜欢。然后是音量警察和音效城管，哪句话声音小了，哪个片段有点杂音，立马被挑出来，想偷个懒不调音效都不行。写稿和不写稿也两难，写了稿容易照着念，显得生硬，不写稿又容易跑题，大纲粗细怎么把握，全靠摸索。跟嘉宾合作更考验人，事先沟通的越浅，节目越容易跑偏，控场控时间更是门技术活，得有人在旁边默默算着聊了多久，还能聊多久。副业做播客精力真的有限，更别说周更了，前期选题、试讲、查资料，后期剪辑，反复听着找问题，哪怕尴尬到抠脚，也得硬着头皮重听好几遍。还有故事和观点的平衡，有人爱听轻松故事，有人就想干货观点，怎么满足所有人？太难了。最后回归最现实的问题，做播客大概率赚不到钱，尤其是兼职做，80%的人都是白忙活。变现方式就那么几种，广告、周边，靠节目给自己增加附加值，但哪一个都需要积累。广告得有粉丝量，周边得有人买，靠节目进相关行业更是极少数人的运气。比如有人靠聊科幻播客进影视公司，这根本没法复制。
可成本却一点不少。时间上，选题、录制、剪辑，一期节目下来的耗好几天；金钱上，麦克风、耳机、剪辑软件，处处都要花钱，最后收益连成本都覆盖不了的大有人在。像闪闪发光俱乐部，2个人兼职做到第6期，订阅和收听量几乎为0，花钱做喜马拉雅推广也没用。反观那些10几期就接广告的，全是凤毛麟角。说了这么多，不是想劝退所有做播客的人，而是想告诉大家，别轻易把播客当副业。它需要投入大量时间、精力，还得扛住内容、日常难题等多重压力，关键是大概率赚不到钱，想靠它实现副业增收，基本不现实。但如果只是出于热爱，想找个地方表达观点、分享想法，不在乎收益，那播客绝对是个好选择。毕竟这5年里，我通过播客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回忆。而且我作为一个写代码的人，从另外一个角度去了解世界，了解自媒体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只是想靠它当副业赚钱的朋友，一定要慎重，别盲目入局。我们踩过的坑，希望大家能避开。